最近各种演出活动遍地开花，我因为疯狂的粤语加二次元爱好者，自然不能错过每次拼手速的机会。怎么一张票都抢不到啊？不都实名制的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票跑到黄牛那里去了？哎，我有个想法，干脆直接打入黄牛内部，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可不能坐等黄牛自己找上门来，得主动出击。跑了一圈才知道，黄牛线下卖票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叔叔，想问一下，这个附近你有见到过黄牛吗？没有黄牛啊，黄牛没有。现在黄牛们都开始把阵营转移到了线上。我发现他们最近都在疯狂发布接代抢的消息，还声称这是所有货票渠道里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我倒想看看这些我抢不到的票，他们都是怎么搞到手的。于是我以代抢的名义潜入了一个抢手群，没想到一进来就被各种身份证号开屏暴击。这些都是群主定时发布的客户需求，比如在哪个平台抢，内场还是看台，价位是多少。要想抢到票，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人海战术。黄牛的抢票手段主要有两种，人工堆号、堆人头是最保险的方式，另一种就是写抢票代码机抢。但像大麦这些平台，它因为是有风控系统的，会判定你的账号、IP 这些，如果你全用机器的话，不一定能够抢得到。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嘛。来都来了，跟着抢抢吧！准备开抢，准备开。有了！无票啦！但代抢群里头却是另一番景象。不用抢，我已经通过代抢群抢到了。一般来说，根据艺人的咖位，抢票难易不同。一张看台票，代抢能获得的佣金在100到500，内场票的佣金在200到800。而我们这些有需求的粉丝要支付的代抢费为佣金的2到5倍。也就是说，每抢到一张票，黄牛至少能从中净赚佣金的1到4倍，而他们的成本也仅仅就是脚本代码的研发费和给代抢垫钱买票的本金。50个人加上机器帮你抢，和1个人徒手点屏幕，哪个成功率高，结果显而易见。而高佣金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代抢，不断降低我们普通人抢到票的概率。把你卖了给我看场演唱会行不行？过去演唱会实名制只要求实名购票，这也导致很多黄牛利用不同的身份信息囤票后再转卖。为了抵制这种行为，各大演唱会开始施行强实名制，也就是实名购票加实名入场，而且不可以转让给别人。所以黄牛就开始发展起代抢业务。不过还是可以相信身边人，总会有奇迹发生。买，快点买！提交啊！牛逼！搞清了强实名制下为什么抢不到票，我把目标转向普通实名制的演出，没想到竟然发现了折价票。号称官方直接发票，但只能现场取票。那我得跑到离这800多公里的平潭。哎，不过既能低价看上我想去的音乐节，说不定还能聊点行业内的东西。走。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为了不让对方起疑，我决定用隐藏设备进行拍摄。请问这身装扮去看音乐节能打几分？没有5分的话就不要打了啊！走了。骑上我租来的小电驴，出发！牛子给我发了一个具体的取票地点，距我所在民宿大概3公里左右。喂，你好。啊，喂，你好，我是来取票的。我在那个公里的人行道旁边红色的棚子下面，现场售票处取票。跟我线上联系的不是个姐姐吗？怎么突然变大叔了？本以为是偷偷摸摸的交易，没想到还摆起摊来了。
她是我女儿。原来我在闲鱼上联系到的是他的女儿，竟然还是个家族产业链。做了17、18年了吧？17、18年啊！要不然哪有这个级别跑了这么远，还有桌子，还有什么摆在桌上卖打折票？认识我们这家，以后你买票都是可以优惠的。你在上海上班吗？对，在上班。我们在上海工作，公司什么都在上海。跟大哥套下近乎，没想到他竟主动分享起自己的货票来源。如果说我跟主办方沟通好了，我们可以卖票的情况下，你就大量的可以传了。原来他们口中的官方就是主办方。这类机构专门负责筹办各大演出活动，从对接演艺团队、场地方到演出的宣发执行，全面包揽，经验丰富，也决定了一场演出票的流向。根据文旅局17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至少70%的票，主办方会交由票务公司销售，开放给大众购买，其中也包括代抢。剩下小于30%的票，会以邀请函的形式私留给内部人员或利益合作伙伴当做福利。这类内部票也称渠道票，往往是不对外销售的。但不论是哪种票，主办方都有可能拿出一部分给黄牛，黄牛再通过不同平台出售。我拿了多少票？我有。摩天轮卖了2000多张。我们是一个是摩天轮、闲鱼、猫眼都可以，还有抖音。2000多张，未必也太多了。有些行情不太好的演出，票务平台上没卖完的原价票就会被推到主办方手里，然后到演出开始前几天，主办方打包低价卖给黄牛，大概是原价的6到7折，而黄牛再以8到9折的价格卖给粉丝，从中赚取差价。这一场下来其实还是可以赚的，10万8万的还可以赚。以前做韩流的时候，有个石小雨跟着我卖票，后来做好了自己对接上主办方，我把他带出来，他有一场那个 ESO。那一场就挣了300万。你在哪里买的？群里没有消息。你给他说个票已收到。无票了。看到了吗？已经没有了。那一场就挣了300万。我的。这边才是正式的官方现场售票，然后刚刚那个是属于主办方允许的一个代销团队，也就是所谓的官牛。他们甚至能和官方摊位平起平坐，而我在音乐节门口看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散户黄牛，他们手头上的票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音乐节可能没什么人的，但实际上来到现场才发现，还是有蛮多热情的年轻人的。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次见识到了神通广大的关系牛，在摸清了折价票的套路之后，我更加好奇的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发展出这样专业的团队的？在和牛哥交流的过程中，他其实也给了我一些线索。以后你也可以加入我们。怎么加入啊？代理商呀。当黄牛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就会想着发展自己的下线，这部分人统称为代理，他们主要就是帮忙卖票，扩大黄牛的客源拿佣金，也可以从黄牛那儿拿到低于二手市场价的票，然后再加价卖出去赚差价。而他们最先瞄准的群体，其实就是我这类自带粉丝属性的客户。我就联系到了这样一位牛哥，他声称可以提供在 BW 做兼职的机会，能免费逛漫展。B 站1年1度的娱乐嘉年华，也是各种 UP 主的大聚会，我先冲为敬。来了，电话来了。Hello， 想跟你再确认一下。我跟你说吧，就真的工资很低，办方就100块钱一个人一天，根本就没有人看得上这个钱，看得上是这个岗位的一个便利。因为我们算是自己人吧，然后大家可以就一起可以这么搞钱。牛哥手上其实并没有票，他能提供给我的是兼职机会，而我可以利用这个职务便利偷偷放人进去，趁机赚钱。他也能按我带的人头收取一部分提成。就是我们这边肯定还得分点钱，你知道吧？昨天往别人那边一发，起码不低于100个人联系我。我们是内定的，是跟中介合作的，因为我们是给中介钱的。要想举办这种大型展会，各个细枝末节的岗位都需要有兼职人员帮忙。有的展会主办方会将这部分的招聘工作外包给中介公司。牛哥其实是通过给中介公司交钱，获得了兼职的内定名额。反正黄牛都是这么干吧，跟着黄牛走就没毛病。真的有他说的这么轻松吗？该不会这就是传说中的当保安吧？心里总觉得自己在干什么违法的事情。绝了！我打算做一回卧底，
看看这牛哥到底使的什么花招。成为代理的第一步是先交报名费，欺诈风险。收了，别骗我啊，求你了，500块不白交的啊。开展前一天，牛哥约我一起参加线下兼职培训。大哥刚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这位就是牛哥和他的同伙。我们这边6点钟能到的了。你们几点到？看你看到了，那你们站前面去。在。啊，就是检查手续。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都是借牛哥的光。入职成功 Tomorrow 上工了，朋友们，上工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引导游客入场，有时还会被抓到前面引流。可以往右手边走，两边人少都可以。终于过了入场高峰期，站着喊了几个小时，等的不就是现在吗？通过志愿者的身份，确实可以免费逛展，还可以连逛3天。但带人挣钱这事儿，我心里其实并没有底。于是我打算找个搭子，拜拜。我拉上白白一起陪我测试一下这种带人方式是否真的可行。现在门票买不到，你知道吧？每天就放6万张，可难抢了。现在是10点半，会场的人还并不是很多，我决定去主门去看看。白白手里并没有票，我让他先观望一下，再伺机行动。都是自己人的话，就会更方便，把我们安排到一些靠边上的那种安检口。靠边的位置人比较少，可以降低被抓包的风险。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把白白放进来了。之前培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闸机口有个隐藏开关，方便志愿者通行。正常来讲是摁了之后它是会开的，但现在它没反应。因为我的码可以扫开志愿者通道闸门，所以我侥幸的想让白白也试一试，有没有可能直接刷我的码过普通检票口。你是身份证还是二维码？二维码是吗？那你要扫一下这个。还是不行。失败的挑战。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找不到一点可乘之机可以进去的。然后我在场外可能晃了1个小时，也没有看到有黄牛这种迹象的人，因为保安的速度太多。你看，这都是黄牛。这怎么着？直接把这黄牛抓过去，都得送派出所，好多呀！竟然还要抓到派出所去的，让我们来听听律师朋友是怎么说的。如果他们是以比如说逃票的形式带你进场的话，那这种是违反治安管处罚法的一种情形，严重的话也会上升到拘留的层面。这么说来，如果我私自带人进去，也是有可能被抓进去的。还好这只是一次卧底实验，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就是他们骗别人嘛。刚刚有个小姑娘，15岁好像是，没有票，然后把小姑娘推过来，就把小姑娘推过来，他骗人家600块钱。我们志愿者在站岗的时候，其实也会一起密切关注黄牛动向，随时提防有人闯进去。有个阿姨甚至连着来了3天，结果都被送走了。这次我算掏了500块入门费成为代理，但好在赚回了300块工资，所以并不算特别吃亏。但我们得连着3天早起，一天还得工作9个小时，其实非常辛苦。所以整体来说，音乐节的体验感是最好的，买了折价的票，甚至还免费升级了 VIP。演唱会花费的时间成本相对较少，但它溢价程度是最高的，也是黄牛最猖獗的地方。黄牛这个事情屡禁不止，我觉得首先在消费层面上面，它是没有上升到民生的一个高度，那么官方它就没有那么的重视。不过就在今年的9月13日，文旅部和公安部发布了新规，针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公开销售票和内部票的比例调整为了85%和15%，这样开放给大众购买的票就更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黄牛会就此善罢甘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黄牛是以挡买挡卖票的方式牟利，但像 BW 的牛哥其实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客户提供服务，甚至还想以代理的方式发展下线。而且我在兼职的过程中才知道，他和他的同伙在展会偷偷放了自家的充电宝站桩，可以说1石2鸟，手段高明。
黄牛的手段其实也在不断的升级。这个前段时间还闹出一个笑话，他说黄牛有渠道可以让你去进去做保安，去看演唱会。那么在形式上面，首先他们肯定是更加的多样化已经可以渗透到很多的行业。在组织上更加的严密，是有层层分工的，上下游的利益链呈现出一个绑定的状态。如果要想查处的话，其实会要投入很多的司法资源，就很难去把它根除掉。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本期的编导 QQ。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遇到黄牛大多是这样的：他们生活在本地，靠卖票做小本生意。在我和这些黄牛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觉得他们有多神通广大，很多时候也确实能解决我求票无门的困境。但对于那些垄断大量资源、以哄抬市价或是投机倒把欺诈客户的黄牛，他们不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也剥夺了我们普通人应该享有的那一点平等追星的权利。大家的热情是珍贵而无价的，不该被视作赚钱的筹码，拿来利用和消费。你今天是来看谁的？太酷了！摇滚自杀！滚人太酷了！有没有什么想对黄牛说的？你的抬价抬得太高了。所以你愿意花多少钱去看你喜欢的偶像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祝大家都看上想去的演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